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地狱，我是 Nico。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你在未来的3个月会得到怎样的机会，会迎来怎样的人生转机？那在我们面前呢，从左到右有4组牌，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3组牌、第4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那稍后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在我们选牌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在弹幕当中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首先我们来看这2张塔罗牌啊。第一张牌是宝剑2，你们现在可能处在一个极度分裂和纠结的状态当中。现在的你们正在权衡某件事情，或者说即将做出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而第2张牌呢，宝剑5代表的是你们可能即将要离开某个地方，它代表的是你们即将和一些人告别。所以说对于你们来说，未来的3个月你们可能会进入到一个人生的新的阶段，或者说一个新的环境当中。你们现在就已经开始着手准备未来的事情了。那我们抽到的这张独角兽神谕卡带来的信息是 receive 接纳。因为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呢，你们的人生会迎来非常多的这种变化，可能会让你们有一些手足无措啊，但更多的是你们会在这种涌入的变化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机会和人生方向。所以说接纳你们在未来3个月所遇到的一切，带着感恩的心态去面对，因为他们都是来帮助你成长的。任何在接下来发生在你身边的事情，都是你的成人礼，都是对你成长的邀请。那么接下来这4张天使神谕卡，第一张就是 nurture 滋养。你们现在需要深度的去滋养你们的内心，疗愈自己。你们要知道的是，你们在收获到一段满意的关系和人生之前，你们一定要先收获一个满意的自己。现在的你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把注意力重新放回到你们自己身上，更多的关注你们内在的一些需求。接下来的3个月，你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取悦自己，让自己开心。而第2张牌呢是 patience，等待和耐心是一种美德。巴尔扎克他曾经说过啊，善于等待的人，一切都会及时到来。所以说现在的你们可能会有一些情绪上面的焦虑和浮躁，你们现在需要静下来，耐心的等待，等待你们未来的人生转机和机会，他们都会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你的面前。而第3张牌呢是 career transition， 你们在学业或者说事业上的一个转变啊，即将要发生，这可能说也和你们近期要做出的这个选择有关。而第4张牌呢是 overcoming difficulties 啊，克服前方的一些困难和阻力啊，因为在你的前方，你会觉得对你来说难以克服的一些障碍啊，前方有着出乎意料的惊喜和礼物。而当你鼓起勇气去突破的那一刻，你会发现前方的那种障碍似乎没有你想的那么强大，而且在你克服困难的时候，你还会发现自己内心深处一个未曾意识到的全新的自己，一个充满勇气和力量的自己。而接下来的这4张月亮神谕卡呢，首先左边的这张 Hold your vision，保持你们对于未来的一种期待啊，保持你们的远视，这会让你们的人生不断出现新的选择，给你们的人生带来新的可能性，并且呢，你们要时时刻刻记住你们一开始的目的，不要因为走了太久而忘记了你们为什么出发。而第2张牌呢是 What do you need to release？ 你们现在需要释放自己内心深层次的一些情绪和执念。你们现在感觉到自己身体当中可能有很强的一种能量的阻塞，那么这种能量的阻塞不仅会阻塞你们的身体，也会阻塞你们未来的运势。现在你们会感觉到自己陷入到了一种困境当中，对于生活的状态不满意，但是又迟迟的无法做出行动，就是因为你们内心深处的这种情绪和执念阻碍了你们的行动力啊！你们现在需要深呼吸，放下自己的执念，让自己的身体重新变得灵动和轻盈起来。第3张牌是 The energy is gaining momentum， 现在的这种运势和能量正在不断的慢慢的积累，你们在未来会有一个爆发。
但是在这之前呢，你们必须熬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瓶颈期，这是你们所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阶段。现在的你们必须等待，而且充满希望的等待。人类所有的智慧都凝聚在了两个最美好的词语上面，那就是等待和希望。而第4张牌呢是 Time for Healing 啊，一个疗愈的时刻。你们现在需要拥有这种自我疗愈的勇气和动力，而自我疗愈的第一步就是直面自己，直面那个最真实的自己，不对自己撒谎。现在的你们可能希望生命当中突然出现这样一个人，你们只需要沐浴在对方所散发出来的这种光芒当中就可以得到疗愈。但是与其等待那个人出现在你们的生活当中来拯救你们，不如现在你们就自己拯救自己，自己疗愈自己，不必等待炬火，你们就是自己的光。而你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相信美好，相信即将发生的美好，因为生活本身就会治愈那些愿意相信美好的人。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2组牌。首先我们先来看这2张塔罗牌。你们在未来的3个月可能会遇到一个带着非常真诚的态度接近你们的一个土象特质的人啊。这个人也许是你们即将认识到的一个好朋友，或者说他可能是一个桃花。对应的是这种土象星座，可能是摩羯座、金牛座或者说处女座。这个人他会和你携手对抗这个世界的孤独和荒谬啊，他会给你一些勇气和力量去面对接下来的不确定。第2张牌呢，圣杯侍卫。你们在接下来的3个月可能会有很强的这种表达欲，或者说展示自己的欲望啊，因为圣杯它就代表的是一种语言、创造力、艺术天分的爆发。在未来的3个月，你们可能会有一个更多的机会去展示自己，而你们在勇于表达自己的过程当中啊，会建立和这个世界更多的联系。那么这张独角兽神谕卡呢 ，Abundance 啊，富足，也就是说接下来的这段时间，你们可能会在自己的这种学业、事业或者说爱情上有所收获。你们之前的持续的努力和善良会留下痕迹啊，并且最终会得到回应。那这张天使神谕卡呢，也是prosperity， 也带来的是一种富足的信息。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组占卜它带来的这种整体的运势非常的好。出现的2张牌它都代表的是丰盛和富足啊。所以说在接下来的3个月，你们会迎来一波非常好的这种运势和收获。而第2张牌呢是clear cognizance， 超听觉或者说超感知力啊，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你们会把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些想法，或者说你们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些想法或者说直觉尤为的强烈啊，它会潜移默化的指引你们踏上人生的一个未知的领域或者方向，而这个方向呢是你们一直想要去尝试，但是又没有勇气去尝试的一件事情或者说一个决定。而第3张牌呢是 clear your space 啊，现在你们的生活当中可能说需要处理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手头总是有忙不完的事情，很多生活当中的琐事自身携带着某种负面能量，会让你们整个人变得非常的浮躁。你们可能也会为将来发生的一些事情而提前感到焦虑啊。你们现在需要去清理或者说做一个断舍离，把注意力重新放回到自己身上，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学会给人生做减法，刚刚好才是最好。而第4张牌呢是 victory 啊，胜利，一个胜利的信号，或者说这种未来会有一个超出你们预期的结果即将到来啊，请你们保持期待，保持憧憬，这是宇宙给你们的馈赠和礼物。那么接下来的这4张月亮神谕卡呢，第1张牌就是 time to give rather than take。新月在处女座，虽然说我们抽到了比较多的这种牌面显示你们在接下来的3个月会有一个收获，但是呢，这张牌它依然告诉你们，你们应该脚踏实地的，慢慢的向自己的
目标去努力的靠近啊。只不过这组占卜给到的指引就说明，在接下来的3个月，人生发展的这种运势呢，其实是在你们这边的，你们做什么事情都要比别人更加容易成功一些。而第2张牌呢是 Communication is key， 也就是说接下来的3个月，你们可能会经历一些人际关系方面的带给你们的一些困扰，或者说你们的这种会经历一个比较紧张的人际关系啊，你们可能会和自己的身边的朋友、同事，或者说和家人相处和沟通的过程中产生一些争执和矛盾。那这些误解会由沟通产生，但是也可以由沟通去化解。你们人生的所有烦恼都来源于人际关系，而所有的人际关系的烦恼和问题都可以用沟通来解决。那么第3张牌呢是 Nothing is yet set in stone。你们之前错过的某件事情啊，或者说你们觉得已经木已成舟的某件事情，在未来似乎还有一个转机，因为没有什么是刻在石头里的。而第4张牌呢是 Expect powerful change。月食带来的一种巨大的变化即将发生啊，这是你们在接下来要迎接到的一个比较重大的变化。你们在接下来的3个月可能会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世界，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其实不需要去过度的分析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人出现以及他们出现的意义，你们只需要顺其自然，事情到了眼前就尽力去做，不必多想啊。凭借着事物原有的轨迹去发展，你们反而会沿着阻力最小的方向取得最快的突破。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首先我们来看第3组牌的这张独角兽神谕卡 Intuition 直觉。在接下来的3个月啊，你们自身的这种灵性智慧可能会慢慢的觉醒。当你们感到不知所措的时候，请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和指引。你们想要知道的一切，正在纠结的某个选择，其实你们的内心已经给出你们想要的答案了。包括这张月亮神谕卡 The answers you need are coming。也是你们想要知道的某件事情的答案，马上就会呈现在你们的面前。那么我们来看这2张塔罗牌啊，首先是这张星币牌，它代表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金钱运势，也就是说，在未来的3个月，你们自身的这种金钱运势，或者说你们会发现一个很不错的商机啊，也许是打算开启一个副业啊，这都是你们自身的这种金钱运势开始扭转的信号。你们自身的财务状况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善。而且呢，你们的自身的这种财运或者说发现的商机呢，是和你们在接下来遇到的这个皇帝牌它所代表的是一个贵人啊。那么这个贵人是和你们自身的这种财务的运势绑定在一起的。而接下来的这4张牌呢，天使神谕卡，第1张就是 Brilliant Idea。那么这张牌呢，也是一个很棒的主意。那么这个主意呢，也是和这个星币它所带来的这种金钱方面的运势有很强的联系。所以说在接下来，如果你们的内心当中有某个隐约的想法啊，一定要把它们付诸于行动。因为它可能会是你们自身财务运势转变的一个契机。而第2张牌呢是 Relationship Harmony。也就是说，你们在接下来的这种人际关系也会有一个不错的转变。你们会发现自己在一个小团体当中会更加受到身边人的欢迎，因为人本身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或者说人的烦恼和快乐都来自于社会关系。和谐的社会关系会让你们整个人的状态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而第3张牌呢是 Take Back Your Power。那么这张牌代表的是之前的你们其实一直对生活都不是很满意，迟迟没有做出行动，因为你们其实一直以来的这种内心的力量都非常的匮乏，你们一直被周围的这个大环境所推着走。那么这张天使神谕卡的大天使拉塞尔想对你说的，夺回你的力量，在接下来的3个月，你会慢慢的拿回真正属于自己人生的主导权。
而第4张牌呢 Outdoors。接下来你们得到的这种机会啊，遇到的贵人啊，他是你们在不断的有意识的去扩展自己人际关系的过程当中所得到的机会。所以说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勇敢的走入到人群当中去，在感受这个世界给你带来的这种烟火气的同时呢，你能够发现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连接的力量是非常伟大的。而接下来的这4张月亮神谕卡呢，首先的第1张牌就是 It's time to release negativity。现在是时候去释放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些负面的能量和情绪了。你们将自己内心当中的情绪和执念释放出来以后啊，你们会发现你们之前所遇到的那种瓶颈期，或者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所撞上的某一堵墙、某一个屏障，它会自然而然的消失。因为境随心转，你们的心是怎么样的，你们看到这个世界就是怎么样的，你们就会以怎样的方式去成长。当你们想要完成这种自我突破的时候呢，首先你们要清除一些自己身体当中的负面的情绪和能量。而第2张牌呢 The answers you need are coming 啊，我们刚才在解牌的时候已经提到了，你们自身的这种直觉、内心的声音，在接下来会告诉你们现在急切想知道的某件事情的答案，或者说其实你们早就已经知道了。而第3张牌呢是 Personal Issue Riches Resolution，也就是说你们现在正在烦恼的某件事情啊，在未来会随着这件事情本身的发展，或者说宇宙的安排，它会自然而然的出现一个解决的方案。现在的你们只需要大胆的向前走即可。而第4张牌呢是 Be bold and make the first move。你们可能现在还处在一种很纠结或者说原地踏步的状态。对于你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向前迈出的第一步，而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安迪霍沃尔他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人们总说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事情，但事实上是必须由你亲自去做出那些改变。所以说你们现在必须主动的去踏出自己的舒适圈，才会有接下来所发生的这一切。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4组牌。那么我从第4组牌当中看到了关于你们的主题，freedom 自由，一个挣脱枷锁的过程啊。现在的你们可能就是这张吊人，被绑在木桩上动弹不得，代表的是一种受到束缚的不自由的状态。而这张独角兽神谕卡它带来的也是自由，就是说你们在未来的3个月会逐渐的挣脱这种束缚或者说枷锁。而第2张塔罗牌呢是星币2，星币2它代表的是你们在接下来的3个月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个比较大的挑战。你们会重新取得一个平衡，那么这种平衡呢，可能是你们内在和外部世界的一种平衡，或者说你们的这种工作、学业和生活的这种平衡。现在你们可能处在整个人处在一种非常眩晕的状态当中，因为你们正在经历一个手忙脚乱的人生阶段，你们的前方有很多的挑战，面对接踵而来的问题，你们可能会有一些手足无措，进而失去平衡。所以说在未来的3个月，你们不仅仅要一点点的挣脱枷锁，还要试图梳理自己的人生，深度的整理和收拾自己的内心，让自己好好的沉淀下来。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3张天使神谕卡。首先左边的第1张牌，大天使麦克对你说的 You are safe， 你是安全的。现在的你们可能没有内在的安全感处在一种很压抑的状态当中。你们现在在强迫自己去接受某件事情，或者说强迫自己适应周遭的环境，强迫自己去做出某种选择。但是你们要明白，当某件事情不适合你们的时候，你们的心会拒绝它，并试图以不同的方式警告你们。留意这件事情带给你的感受，以及他们带给你的情绪，那这些都是信息。如果某件事情或者说某个决定让你感觉到不对劲，让你的情绪感到不安，那就放手，放下自己的执念。同时你们也要告诉自己，你们可以释放自己的情绪，
你们的情绪是可以被接受、被理解的，你们是安全的。而第二张牌呢 Moon Cycles， 你们会觉得可能说近期的情绪起伏和波动非常的大，运势也特别的不稳定，时好时坏，这会让你们整个人感到非常的迷茫。尤其是抽到这组牌的小伙伴们，当你们感觉到自己的人生处在一个低谷或者说困境当中的时候呢，那么 Moon Cycles 代表的就是你们的人生就会像月亮的阴晴圆缺一样是在不断的变化着的。如果你们现在正处在一个人生的低谷期或者说困境当中，那么接下来你们会有一个触底反弹。没有人会永远的停留在当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断的向前走的。而第三张牌呢是 Courage， 勇气。那么在这组占卜当中抽到这张勇气牌，它代表的是一往无前的勇气。那么在这之前，你们可能会被各种各样的声音和期待所裹挟，你们整个人总是活在别人的目光当中。现在的你们需要一些勇气去向这个世界展示真实的你自己。你们要记住，当你们不能听命于自己，你们就要受命于他人。那么接下来的这4张月亮神谕卡，首先第一张就是 Don't let your past hold your back。不要让过去拖住你们的脚步啊！你们要告诉自己，从今天起，你们不会再轻易的迷失在各种诱惑当中啊！你们的心中已经听到来自于远方的呼唤，来自于大天使的呼唤。你们不需要关心身后的种种是非与议论，你们已经无暇顾及过去，你们要向前走。而第二张牌呢，新月在摩羯座 ，Your hard work is paying off。你们过去一直坚持的某件事情将会得到回报，请你们保持远视，不断的向前看，人生就会不断的出现新的选择。而第三张牌呢 ，The end of a tough cycle approaches， 一个困难的周期即将结束，你们即将迎来新的人生。而第4张牌 ，Show the world the real you，向这个世界展示最真实的你自己。而你在展示最真实的自己的同时，你们也会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世界。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